今天我们来聊聊身体里的一场无声战争，它就叫做慢性发炎。它被称为人体内的隐形杀手，与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失智症甚至癌症都有密切关联。全世界每年有数千万人因慢性病而失去生命，而慢性发炎正是引爆这些疾病的导火线。可怕的是，身体发炎时我们往往浑然不觉，等到病症爆发时为时已晚。难道我们只能靠终身服药来压制发炎吗？一位名医告诉我们，改变一个关键，慢性病绝对有机会逆转。而这个关键不是新药，也不是黑科技，而是你每天入口的食物。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，要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。如今这句古老箴言正被科学印证，许多研究发现，调整饮食可以有效降低体内的慢性发炎，甚至改善血糖控制。反观现代人普遍的西式饮食，高油、高糖又精致，正不知不觉地助长着全身的慢性发炎。长期大鱼大肉、甜食和加工食品吃太多，会破坏肠道菌丛的平衡，引发所谓的肠漏症，也就是肠道壁变的松动漏水，各种毒素和细菌趁机钻进体内，让免疫系统陷入警报状态。有研究指出，现代加工食品中添加的大量糖、盐、乳化剂、防腐剂、人工色素与香料等，都会损伤肠道屏障，增加通透性，导致慢性发炎。这也被认为是近年自体免疫疾病飙升的原因之一。听起来很可怕，不过别忘了，坏饮食造成的伤害是可以用好的饮食来逆转的。既然火是吃出来的，我们也能用吃的来灭火。吴家宏医师整理出全球最消炎的8大食物，涵盖多种营养素和天然食材，能从根本上帮助我们灭火降糖。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揭晓这8大抗发炎利器，看看食物如何成为你的药物。首先要提到的是维他命 A， 这种营养素藏在许多常见食物中，例如鲑鱼、青鱼、蛋黄，以及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蔬菜如红萝卜、菠菜、西兰花等等。维他命 A 不只对眼睛重要，更是免疫系统的守门员，能维持呼吸道和肠道黏膜的健康。有了充足的维他命 A， 肠黏膜就像城墙般完整，细菌毒素不容易穿过防线，发炎之火就不易被点燃。多吃红黄绿色的蔬菜，摄取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，在体内转化为维他命 A， 等于帮免疫系统披上坚实的铠甲。再来，第二个关键营养是锌。锌这种矿物质广泛存在于高蛋白食物中，举例来说，各种肉类都含锌，尤其鸡肉的锌含量不低，海鲜当中生蚝是锌的极佳来源。另外，腰果、杏仁等坚果种子也富含锌。别小看这种微量元素，它对抗发炎相当有帮助。锌能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，预防肠道发炎，还参与体内多种荷尔蒙的调节。现代人经常不知不觉缺锌，特别是大量运动流汗或饮食不均的人，更要注意补充。充足的锌有助于肠道黏膜的修复，让免疫细胞保持战斗力，自然就能压制慢性发炎。同时，锌对胰岛素也很重要，缺锌时胰岛素分泌会受影响，因此摄取足够的锌还有助于稳定血糖。第三类抗发炎利器不是维生素或矿物质，而是我们常说的益生菌，也就是存在于发酵食物中的好菌。味噌、优格、优酪乳、纳豆、泡菜、红茶菌等发酵食品都富含各种益生菌。近年研究发现，肠道菌群和人体的免疫、发炎反应、新陈代谢甚至老化都息息相关。肠道里的好菌越丰富多样，我们的肠黏膜就越健康，免疫系统也越稳定，不会动不动就引发炎症。多吃各国传统的发酵食品，等于在肠道中增加友菌，帮助对抗坏菌，减少发炎。每天来一杯无糖优格或一小碟天然发酵的泡菜，就是在为肠道补充千军万马，镇压体内的慢性发炎。更棒的是，益生菌对代谢健康也有好处。有些研究指出，特定的好菌甚至能减少脂肪肝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进而帮助血糖控制。第四项，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，那就是 Omega-3 脂肪酸。Omega-3 分为植物性和动物性两大类。植物性的来源包括亚麻籽、紫苏籽、奇亚籽
核桃等坚果种子。动物性的 Omega-3 则直接含有 EPA 和 DHA， 存在于富游的深海鱼，例如鲑鱼、青鱼、沙丁鱼等，还有鱼油营养补充剂中。Omega-3 是公认的抗发炎好油。现代人饮食中的油脂常常 Omega-6 太多， Omega-3 太少，这种不平衡会提高发炎风险，所以要特别多摄取富含 Omega-3 的食物，帮身体找回油脂平衡。EPA 和 DHA 能降低促发炎物质的生成，好比给体内熊熊燃烧的火焰泼上一盆水，将发炎反应降温。研究显示，每天摄取约1克的 Omega-3 就有保护效果，约等于半个手掌大小的鲑鱼。坚持每天摄入适量 Omega-3， 不止抗发炎，还能降低三酸甘油酯，保护心脏，甚至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，有助预防第2型糖尿病。第5种抗发炎营养可能比较冷门，名字叫做麩酰氨酸，这是一种重要的氨基酸，许多高蛋白食物都含有它，例如鱼类、虾蟹等海鲜，还有核桃、南瓜子等坚果种子都富含麩酰氨酸。麩酰氨酸是肠道细胞的重要燃料，摄取足够有助于修复肠胃黏膜。对于受损发炎的肠道来说，麩酰氨酸就像急需的燃料，能促进细胞再生，迅速补上肠壁的漏洞。除此之外，麩酰氨酸还是合成谷胱甘肽的必要原料。谷胱甘肽被称为人体内最强的抗氧化和抗发炎物质，能中和自由基，减轻发炎反应。只有在麩酰氨酸充足时，我们体内这位灭火队长才能源源不绝地产生，全力扑灭发炎因子。人在压力大或剧烈运动后，麩酰氨酸消耗很快，因此更要记得透过食物补充。当麩酰氨酸充足，肠道和免疫细胞都能迅速获得养分，提升身体的自我修复力，把发炎压在萌芽状态。第6个出场的是维他命 D， 也就是俗称的阳光维生素。维他命 D 除了能经由晒太阳在皮肤合成，也可以从一些食物中获取，例如牛奶、蛋黄以及晒过阳光的香菇等菇类都含有维 D。鲑鱼等富含油脂的鱼类其实也提供不少维他命 D。维他命 D 在体内的作用非常广泛，几乎全身上下都需要它参与。它有点像一种荷尔蒙，能影响免疫、骨骼肌肉、新陈代谢、心血管，甚至情绪健康。研究发现，维他命 D 有助降低发炎反应，缺乏维 D 的人往往免疫调节失常，身体处于慢性发炎状态。现代人普遍待在室内，缺乏日照导致维 D 不足，免疫系统就好像少了一位重要的指挥官。建议大家适度晒太阳来补充维他命 D， 最好在正午前后让皮肤直接暴露阳光10到15分钟，千万不要隔着玻璃，如此才能确保身体合成足量的维 D。平时也可以多喝牛奶，多吃鱼，增加维他命 D 的摄取。当维 D 充足时，免疫细胞才能保持理性，不会乱开火，整体发炎程度自然降低。同时，维 D 也和糖类代谢相关。研究显示，缺维 D 的人第2型糖尿病风险更高。补充维 D 有助胰岛素正常运作，间接稳定血糖。第7项武器是膳食纤维。纤维主要来自植物性食物，包括全谷杂粮、豆类、蔬菜水果等，牛蒡、燕麦、糙米以及苹果、梨子等带皮的水果都含有丰富的纤维。膳食纤维的好处可不只是帮助排便，它在体内还充当益生菌的食物，滋养我们肠道里的好菌。好菌吃得饱，繁殖旺盛，就会产生一类神奇的小分子，称为短链脂肪酸。短链脂肪酸已被证实具有抗发炎作用，能调节免疫反应，维持肠道健康。换句话说，纤维就像沃土，培养出有益的肠道菌群，而菌群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则是强力的灭火剂。高纤饮食的人通常肠道环境较佳，体内的发炎指标也比较低。还有一个直接好处，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，避免饭后血糖飙升。吃饭时若有蔬菜纤维垫底，我们的血糖上升速度就会缓和许多，胰岛素压力变小，慢性发炎也不容易被触发。第8宝就是多酚类这大群植物化合物。多酚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植化素，广泛存在于各种五颜六色的食物中，比如蓝莓、草莓等莓果富含花青素，葡萄含有白藜芦醇，
绿茶富含儿茶素，黑巧克力则富含可可多酚。十字花科蔬菜如花椰菜、甘蓝等也含有大量多酚。多酚类物质能中和自由基，减少细胞损伤，从源头抑制发炎反应。研究也发现，高多酚饮食有助于降低体内发炎指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黑巧克力的抗发炎效果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必须是高纯度的黑巧克力，可可含量至少70%，最好80%以上，而且含糖极低的黑巧克力才能提供足够的多酚，而不会带来过多糖分。至于那种充满糖和奶油的甜巧克力糖果，不仅没有抗发炎作用，反而会让血糖飙升，刺激发炎。真正纯的黑巧克力富含可可黄烷醇等多酚，适量每天来1小块，还有助降低血压，提升胰岛素敏感性，让饭后血糖上升幅度不至于太剧烈。看完以上8大抗发炎食物，你可能会问，平常该怎么吃才能把这些营养都摄取到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从早餐开始就可以着手。吴医师特别推荐了一款1分钟抗发炎早餐，那就是奇亚籽布丁。这道早餐做法超简单，把奇亚籽和无糖豆浆搅拌均匀，加入半颗切成小块的苹果，放进冰箱冷藏5到6个小时即可。前一晚睡前准备，隔天早上起床就能吃到。一碗营养丰富的奇亚籽布丁就这样完成了。或许你在想，这碗布丁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放心，这可不是什么业配产品，而是运用了上述科学原理所设计的健康组合。奇亚籽富含 Omega-3 和膳食纤维，既能抗发炎，又能增加饱足感，延缓糖分吸收。无糖豆浆提供优质植物蛋白，不会刺激血糖飙升。苹果则含有丰富的纤维和多酚，进一步平稳血糖，减少发炎。把这3样食材结合起来，等于同时摄取了 Omega-3 好油、膳食纤维、植物多酚，再加上稳定血糖的蛋白质，可谓一举多得。难怪医生说只要1分钟就能做出最强大的抗发炎早餐。最后还要提醒，吃对食物之外，进食顺序也很重要。吴医师建议掌握吃饭的顺序，可以减少血糖震荡和发炎反应。以前大家常说吃饭配菜，现在我们要反过来吃菜配饭。具体来说，先喝1杯水垫垫胃，接着先吃蔬菜，再吃肉类等蛋白质，最后才吃主食饭面。这样纤维会先在胃里占据位置，延缓后续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，同时蛋白质先吃也能增加饱足感，最后才吃淀粉，血糖就不会一下子飙高。实验比较过先吃饭和先吃菜的差别，结果显示先菜后饭的人餐后血糖峰值比先吃饭的人低了将近30%，胰岛素分泌也更平稳。长期遵循这种顺序，不仅血糖控制更佳，体脂肪堆积也比较少。可见只是改变一下吃的顺序，就能让身体更轻松，避免不必要的发炎反应。看完这么多，你是否也感受到食物的威力了呢？抗发炎、降血糖并非只能依赖药物，调整饮食就是最天然的药方。从维生素 A 到多酚，从益生菌到 Omega-3， 这8大类食物就像8支精锐部队，从不同角度帮我们把守健康。现代医学逐渐证实了古人的智慧，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，绝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确实可行的健康策略。当然，这并不表示可以随意停药，但如果我们愿意从餐桌开始改变，慢性病绝对有机会被逆转，甚至提前远离。医生能治疗疾病，却无法替我们改变生活习惯，这一点只能靠我们自己。与其等到疾病缠身才懊悔，不如现在就开始善用食物的力量，把体内那场无声的炎症之火彻底扑灭。下次当你夹起食物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这一口是在喂养疾病，还是在滋养健康？从今天起，让食物真正成为你的药物吧。